美国军机不怀好意，逼近我国领空，想用人命逼中国犯错。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科 Talk。中国综合国力逐渐赶上了美国，华盛顿对于中国的落后焦虑，逐渐促使美国要向中国挑起战争。就在日前南海发生的一次中美军机对峙事件中，可以看到，美国似乎尝试要用10多条人命的代价，诱导中国在南海犯错，挑起冲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美南海空中博弈。事情是这样的，2月24号，美国各大媒体十分默契地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以中美南海军机对峙为话题，炒作中国威胁论。华尔街日报、CNN 等几个极右的重量级喉舌爆料，美国海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上空例行侦察时，3名美国媒体记者也在飞机上。据美国媒体声称在飞行中 P-8A 遭到了中国军机歼11战机的骚扰和驱逐。在避开危险的路上，这架 P-8A 又一头钻进了在南海巡逻的我军 052D 驱逐舰的警戒范围，再次被警告驱离。而实际上从多方了解到的内容来看，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已经靠近我国西沙群岛领海上空不足48公里的位置。换言之这架 P-8A 如果不改变路径，很快就要闯入到我国领空了。我国军机在这个距离上进行驱逐并无不妥。而重点是此次我国执行驱离任务的歼11是携带了4枚导弹的。这个画面被美国媒体记者拍摄到，并大肆宣传威胁论，称中国军机是越来越咄咄逼人，具有侵略性。坦率地说美军 P-8A 巡逻机常来南海并不在少数，中美之间在南海上空的博弈也不是那么1天2天的事情了。但这一次 P-8A 却罕见地带着3个媒体记者，摆明了是另有所图，很明显就是冲着炒作中美军机对峙来的。而在美媒的报道中确实他也不避讳，直接说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遭到中国军机歼11的驱离。可以明确一点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国防力量的进步，美国人是再也不敢真正意义上闯入我国领空和领海了，转而在边缘地带，在所谓的国际海域、国际空域打擦边球。P-8A 机组，美国军方的规定是9人的机组，算上3个记者，一共有10多个人，故意逼近我国领空，就是企图要用一架飞机上的10多条人命来逼迫和诱导中国犯错，以便借机开启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模式。但很显然，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傻，这些伎俩我们还是看得清的，也保持着足够的战略定力。当然了，在消息报道出来之后很多国人十分生气，美国军机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国南海挑衅，不是军舰逼近领海，就是军机逼近领空。美国人小题大做，直接击落了我们的气象气球，还硬说是间谍气球。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将美军 P-8A 打下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间谍飞机这事儿的确有些可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归根结底美军飞机并没有进入中国领空，依旧是处于国际空域，哪怕这个距离已经很接近我们的领空了。美国人可以挑衅国际法的一些规定，不过却并没有实质违法。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不允许我们击落没有侵入领空的敌机，至少现在是不允许的。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目前阶段的这场中美博弈中要做的是拿到天下大义的道德制高点。我们最近发布的美国霸权报告和全球安全倡议概念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中国不是在和美国争霸权，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我们要做的是竖起一个反美的旗帜，反对美国霸权体系，而不能带头破坏早已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安全规则。美国想用这些小手段拉中国下水，而我们则应该保持清醒。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网友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